每当狮子这个族群的联盟出现时，也意味着令人热血的兄弟之情及雄壮的开疆裂土的征战就要开始了。而当他们刚开始踏上征程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能成为传奇，但丝毫不影响他们为了生存不畏艰难的攀登精神。在2009年的克鲁格国家公园，谁也没想到，一只3岁的亚成年雄狮会带领5只2岁多的雄狮，会成为令人不可思议的传奇。他们就是马蹄巴雄狮联盟。2006年初，恩杜纳的母亲劳梅拉流浪到了恩盖勒附近，被老贝子联盟中的某只雄狮发现，并与之交配。到了2006年年底，恩杜纳顺利出生。然而，这只老贝子雄狮却是个渣男，拍拍屁股就走了。这也导致了恩杜纳的母亲只能独自一个人带着恩杜纳流浪。单独母狮在危机四伏的草原上存活已经很困难了，更何况带着幼崽，这也导致了劳梅雷母狮和恩杜纳要更加谨慎和努力。所以恩杜纳母子俩的日子过得并不好，但对于恩杜纳来说，有母亲在他身边，那就是最好的日子。在劳梅雷母狮的教导和保护之下，恩杜纳以远超其他狮群幼崽理解和行动，明白了狩猎的意义以及如何有效地保护自己。就这样，恩杜纳5个月的时候就开始锻炼起狩猎勇气和技巧，一点都不比出名狮群的幼崽锻炼的要晚。再加之辛苦恶劣的环境，使得恩杜纳1岁的时候就能帮助他的母亲狩猎动物，他负责惊吓恐吓，而他的母亲则负责狩猎捕杀。母子俩相互配合，也使得恩杜纳对狩猎时机的把握以及技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劳梅勒母狮见状也非常欣慰，因为狮子每一次狩猎都存在可能的潜在危险，这一点任何动物都一样。劳梅勒母狮害怕哪一天它受伤而死，恩杜纳怎么办？此时的恩杜纳还不懂这些，他只知道他要快速强壮起来，好让他的母亲能快一点过上好日子。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2008年9月10日，恩杜纳的母亲劳梅勒母狮因受伤过重而死。失去母亲后的恩杜纳非常悲痛，在母亲去世的地方待了1天1夜后，恩杜纳开始了独自流浪。因为此时是旱季，小型的猎物很少，大型动物只能靠狮群捕捉，恩杜纳只能饿着肚子。他兜兜转转，竟然来到了他那个死鬼父亲老贝子雄狮联盟统治的伯明翰狮群。此时的老贝子雄狮联盟已经放弃了伯明翰狮群，他在狮群之外徘徊了很久，不敢进去。狮群内的母狮也没有对恩杜纳进行驱赶，反而默许他在领地周边。因旱季本来食物就少，再多一张嘴，狮群内的成员可能就饿着肚子，所以伯明翰狮群内的幼崽此时可不会喜欢恩杜纳，相反经常欺负在领地边缘的恩杜纳。这一天，伯明翰狮群捕杀到了一只野牛，狮群内的成员都纷纷上前吃食，恩杜纳也准备跟着上前，结果狮群内的亚成年雄狮联合欺负，击退了恩杜纳。狮群内的母狮也呲着牙告诉恩杜纳，狮群吃完了，剩下的才能吃。恩杜纳见状非常识趣地走到了一边，静静地等待着狮群的进食完毕。很显然，恩杜纳并没有被狮群接受。直到狮群吃完后，恩杜纳再小心翼翼地来到野牛骨架前，啃食着美味的牛肉。随着恩杜纳在伯明翰狮群生活的时间增长，他展现的出众天赋和精湛的狩猎技巧，令伯明翰狮群的亚成年雄狮纷纷被其折服，化身成为他的迷弟，从此以恩杜纳马首是瞻。兄弟的和睦相处，为后面马蹄巴雄狮联盟的诞生打下良好的基础。2009年底，在奈嘎莱东部伯明翰狮群附近，3只强壮雄狮准备入侵伯明翰狮群，并经常骚扰狮群的母狮。要不是母狮将狮群的亚成年提前安置好，恩杜纳和他几个弟弟估计就挂了。迫于3只强壮雄狮的压力和伯明翰狮群母狮的嘱咐，3岁多的恩杜纳带领着比他更小的5个弟弟离开了伯明翰狮群，前往曼野勒提保护区。而也正是在那里，未来统治克鲁格和萨比森疆域1000平方公里和几十个狮群的王者联盟马蹄巴雄狮联盟诞生了。当然，此时的他们还太过弱小。为了提升弟弟们的生存概率，3岁的恩杜纳带领着2岁多的弟弟们小心翼翼地在曼野勒提保护区找了一块无主之地，并凭借着恩杜纳幼年时的流浪经验，使得在流浪的几个月时间，马蹄巴雄狮联盟成员都有惊无险，没有出现减员。而他也凭借着其出众的领导能力和狩猎能力，使得年幼的马蹄巴雄狮联盟成员日子都还过得不错，经常可以捕捉到猎物。直到有一天，一只强壮雄狮进入了恩杜纳的视线，并公然抢夺他们辛苦狩猎的食物，这令恩杜纳和兄弟们又惊又怒。好几次马2、马3都想干一架，但均被恩杜纳制止住了。恩杜纳知道眼前这个叫多兹的雄狮不简单，此时与多兹对决是非常不理智的。在多兹洋洋得意地叼走他们辛苦捕捉到的猎物后，恩杜纳告诉他的兄弟们不要心急，这仇我们迟早要报，但不是现在。
无脑冲动不仅会害了自己，还会伤害自己的兄弟。此时的多兹还在洋洋得意，但他不知道的是，一场属于他的危机即将到来。在2010年8月25日，恩杜纳以亚成年之躯带领2位3岁的弟弟击败了巅峰末期的强大狮王多兹，这等战绩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这也从侧面说明马蹄八雄狮联盟成员的战力出现。这一次的战胜对于马蹄八雄狮联盟来说是一次可喜的胜利，也是他们崭露头角的开始。多兹虽然在人类的保护下逃得一命，但他也彻底失去了他统治的努库哈马分裂狮群。恩杜纳和他的弟弟们因为此时还太年轻，对母狮并不感兴趣，所以并没有前去占领努库哈马狮群分裂狮群，反而是前往曼野勒提保护区北部占领狮群。而金吉马兄弟见强大的多兹死了，马蹄八雄狮联盟又不占领狮群，金吉马兄弟就开始企图与努库哈马狮群分裂狮群以及新来的 Skybay 分裂狮群的母狮交配，但实际效果不是很好。毕竟此时的努库哈马狮群分裂狮群的母狮们早已经被青年壮硕的马蹄八雄狮联盟吸引。2010年9月14日，回到北边的恩杜纳带着弟弟们在曼野勒提保护区北部冲散了 Skybay 分裂狮群，并在之后不久，恩杜纳和马武在巡逻中击杀了由 Skybay 分裂狮群出来流浪的小贝子雄狮，并吃掉了这只小贝子雄狮的大部分血肉，非常的凶残。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亚成年流浪的雄狮是非常危险的，它的危险不仅仅来自于其他狩猎者，还有可能是同族雄狮。之后，成年的恩杜纳被努库哈马狮群分裂狮群狮花吸引，便入住了努库哈马狮群分裂狮群，并做起了害羞的事情，这可把强壮的金吉马兄弟气坏了。自己明明天天献殷勤，却被狮花冷眼相看。而反观恩杜纳，仅仅只是甩了个头，就让努库哈马狮群分裂狮群的狮花大喊恩杜纳欧巴。金吉马兄弟不服，决定给这群毛都没长齐的雄狮一个教训，于是开始与马蹄八雄狮联盟开始有了多次的摩擦。恩杜纳受不了金吉马兄弟这对活宝，于是到了2010年年底，恩杜纳带领几个弟弟直接杀到了金吉马兄弟的老巢，将金吉马兄弟收拾了一顿后，金吉马兄弟才老实了起来，并表示再也不敢对狮花有半分想法。两个联盟这样才平息了起来。金吉马往南边去浪了，而恩杜纳带着弟弟们开始继续北上前往 Timbavati 占领领土。到了2011年1月，由恩杜纳带领的马蹄八雄狮联盟正式与他的父辈老贝子雄狮联盟碰上了，双方为了领土和母狮展开激烈的交锋。最终，马蹄八雄狮联盟打败了强壮的老贝子雄狮联盟，并成功占领了老贝子雄狮联盟的欧品地区和部分奈高兰南部地区。随后一路势如破竹，控制了曼野勒提保护区全境和 Timbavati 南部的大片区域的领土。半年后，在恩杜纳的带领下，马蹄八雄狮联盟脚步终于踏入了萨比森北部地区直美营地，并开始与保卫者联盟有了冲突。马蹄八雄狮联盟将保卫者联盟击败，并将保卫者联盟赶到了萨比森中部冥河狮群的位置。为了趁胜追击，恩杜纳带着两个弟弟准备进入萨比森中部，遭到了保卫者联盟的强烈阻挠。为了避免弟弟受伤，恩杜纳退回了努库哈马狮群。2011年9月，因为努库哈马狮群的狮花太美，导致马蹄八雄狮联盟成员都想一亲芳泽，结果兄弟之间大打出手，马三的左眼被打伤。统治的领土太大以及交配权的问题，可能会给马蹄八雄狮联盟的分裂埋下伏笔。恩杜纳深刻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恩杜纳做了分地而治理的举措，成功消除了马蹄八雄狮联盟的内部危机。恩杜纳让马二和马六镇守领地北方，而马三、马四、马五三兄弟则留在南方，而他则留守在克鲁格镇守弟弟们的后退之路。同时，恩杜纳还要求几兄弟每周都要来克鲁格来1次或者2次的例会，并探讨如何获取更多的母狮和领地。马蹄八雄狮联盟成员连忙叫好。就在马蹄八因为领土和母狮分配不均的问题被恩杜纳解决后，恩杜纳又将目光盯上了东面的领土。养精蓄锐完的马蹄八雄狮联盟在恩杜纳的带领下，再次入侵了各大狮群和营地，并成功占据了大量的领土，其中就包括托楚沃狮群和 Telomiti 营地、Hill 营地、Imbali 营地与 Hamiltons 营地里的众多狮群。此时的马蹄八雄狮联盟在恩杜纳的带领下有勇有谋，没有发生减员事件就拿下了 Engela、曼野勒提以及萨比森的大部分领土，一跃成为狮群历史上超一线的顶级联盟。然而1年后，也就是2013年7月，恩杜纳在 Imbali 区域突然失踪，疑似死亡。这个幼年饱受命运的屈辱和不公的雄狮，带领着弟弟们茁壮成长并占领偌大领土的首领，就在他6岁多正值巅峰期的时候突然死去，令人唏嘘不已。随着恩杜纳的死亡，马蹄八雄狮联盟在 KMP 地区的影响力开始下降。统治联盟领地南部和东部的马四开始频繁北上，并于2013年8月后不再南下。马蹄八雄狮联盟开始分裂为南北分队。
马4跟着一直在联盟北方的马2、马6被人们称为马蹄8雄狮联盟北队，而在联盟领地南部的马3和马5则被人称为马蹄8雄狮联盟南队。两队成员在恩杜纳死后几乎没有联系，但他们依旧为马蹄8雄狮联盟荣耀而战，并多次以劣势状态击退甚至击杀入侵雄狮。他们用鲜血和勇气捍卫了雄狮的尊严，直至生命的终结也不曾放弃对幼崽的守护，令人钦佩。2013年5月，马4北上后，与马2和马6一同守卫米布尔狮群以及邻近的 Kopik 狮群，并击退了试图入侵 Kopik 狮群的 Timbavati 雄狮。年轻力壮的他们对生理需求非常强劲，但是由于米布尔狮群的母狮有孩子需要养育，所以没有进入发情期，这让马4有些难受。对狮群内几个亚成年雄狮非常讨厌，想要将它们驱逐出去，但被米布尔狮群的母狮制止住了。于是马4便将目光盯上了更北面的伯明翰狮群。2013年11月，马斯列迪带着马2和马6进军来到了伯明翰狮群。此时的伯明翰狮群是一个超级狮群，总共有20多只成员，非常的庞大，亚成年雄性都有10多只。再加上地主已经失踪，失去了守卫能力的伯明翰狮群的母狮们不得不分成2个派系。没有幼崽的母狮选择臣服于马北队，有幼崽的母狮则带领着幼崽和亚成年们离开了伯明翰狮群，躲了起来。为了让狮群的幼崽和亚成年成功逃脱，留下来的母狮们跟马北队成员玩起了欲擒故纵的伎俩来拖延时间。那种求而不得又欲火焚烧的感觉让马北队几近疯狂。最终伯明翰分裂狮群的狮花在马4的疯狂追求下，成功答应马4的追求。两狮于2014年2月21日进行洞房，狮花也在几个月后为其诞下了可爱的幼崽。而也是在这个时候，马北队统治的 Angela 地区开始迎来大量的入侵者。为了守卫领地和保护幼崽，马北队与入侵者展开了激烈的交锋。14年7月，从西北方过来的4头5岁左右的牛鹿联盟雄狮进入 Angela 地区，并无视马北队布置的尿液警示边界。察觉到入侵的马北3兄弟开始从米布尔狮群为中心向周边搜寻，最终在7月26日在 Angela 营地发现了牛鹿联盟的踪迹，并猛然发动攻击，最终以3敌5将牛鹿联盟赶出了 Angela 地区。但牛鹿联盟贼心不死，在几个月后，牛鹿其中之一来到 Angela 边境，试图查看马北队的情况，见无法抓单，才悻悻离去。牛鹿联盟的入侵后，使得马北队开始更加频繁地巡逻领地，以保障狮群内的幼崽安全。在2010年10月之后，在 Angela 东侧陆续有其他雄狮入侵马北领地，比如小贝子雄狮联盟、Skuro 雄狮联盟，以及数只数量庞大的亚成年流浪雄狮等等。而也正是因为这次马北队的大肆巡逻领地和扫荡可能潜在的危险，使得马北队在雨季来临时阻隔了很多入侵者的脚步，使得马北队完成了对 Angela 及周边狮群的全境掌控。其中比较出名的狮群有伯明翰狮群、Skuro 狮群、Berry 狮群等，这些狮群都为马北队的血脉繁衍贡献了诸多力量。时间很快到了2015年，当潮水退去，雨水降低，旱季来临时，造成了食物开始短缺，拥有优质的食物资源以及母狮的 Angela 地区成为入侵者的首选。2015年5月，由4只强壮的马其顿联盟成为第一个入侵马北队统治的狮群，但被马2、马4以2对4击退。同年7月，5头完全步入巅峰期的牛鹿联盟再次入侵了北马队统治的 Angela 地区。到了2015年8月，马北队为了守护幼崽，以3对5再次与牛鹿联盟展开交锋，双方都没有得到好处。牛鹿联盟首领见久攻不下马北队，于是开始找突破的时机。终于于2015年9月，牛鹿联盟抓到了喜欢一个人放风的马6，将马6残忍杀害。随后牛鹿联盟顺势发动总攻击，马2和马4奋力抵抗，以2对5以命相搏，击退了牛鹿联盟，成功守卫了幼崽和自己的领土。但这次战斗使得马2受了伤，马4的脊椎出现了问题。也正是因为马2和马4的奋力抵抗和频繁的战斗，使得伯明翰狮群、Skuro 狮群、Berry 狮群、Red Road 狮群、Kampy Skittish 狮群的大部分幼崽们能顺利成长到亚成年，这等伟大的父爱值得令人敬佩。但马北队因为减员，使得领地逐渐被牛鹿联盟侵蚀。到了2016年上半年，马北队在 Angela 的大部分地盘都被牛鹿联盟占领，马2和马42只雄狮则尽力地守卫着剩下的领土和幼崽们。这也导致了马北队与牛鹿联盟时有摩擦，但好在马2和马4战力很强，都挺住了。但连续的征战使得马4受伤的脊柱和腿部出现大量的伤痕，甚至有摄影师拍到马4不仅瘸了腿，还呼吸困难。这也让牛鹿联盟愈加的大胆。到了2017年1月，一只牛鹿雄狮大摇大摆地进入了马北队的领地边缘附近，疯狂试探。只要它不被攻击，那么马北队剩余的领土和母狮都将归到牛鹿联盟之下。此时的马4尽管受伤很重，但依然冲了过去，与之对决。
在对战之中，牛鹿联盟雄狮被打伤逃到了 M 营地，而马四则消耗了所有的潜能后，独自离开了他守卫的狮群，找了块干净的草地等待死亡的来临。他也望着克鲁格的方向，那里是他大哥恩杜纳消失的地方。马四嘟囔着，要是老大没有突然消失就好了，而后闭上了双眼，离开了他一直守护的兄弟幼崽以及马提巴的荣耀。他是战死的，不是逃兵。自此，马北队仅剩下马二。马斯作为马北队领袖人物，他的死亡也意味着马北队彻底解散。2014年2月23日，由马三和马五组成的马提巴雄狮联盟男队回到了萨比森北部的大象平原，宣示自己的回归和主权后，开始试图掌控 NK 狮群东南边的冥河狮群。但因为此时 NK 狮群有幼崽需要养育，所以马南兄弟没有太频繁地离开 NK 狮群附近及周边地区。5个月之后，四路狮群来到了猎豹平原活动，跟狮群在一起的3头年轻雄狮里的四路小金发被马三以迅雷之势抓住，并咬住了喉咙。四路小金发发出痛苦的嚎叫。四路大金发见状想要救援，却被马五驱逐并仓皇逃跑。短短2分钟时间，四路大金发和四路狮群就消失不见踪影。择路返回的马五也开始咬向四路小金发的脊椎，眼看四路小金发就要含恨而死。突然，不远处赶来的野牛让马三和马五放弃了撕咬，四路小金发顺势爬起，张开大口疯狂嘶吼。马三见状连连后撤，生怕受到伤害，并告诉马五赶紧撤，野牛群来了。根据视频来看，四路小金发的脊椎应该是断了。他很艰难地爬起，最后又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幸运的是，野牛群没有直接发起冲锋，而是派遣了一只逗逼牛二上前试探。牛二临危受命，看似胆大包天，实则如害羞的媳妇，心里充满忐忑。但野牛群内有他喜欢的翠花，他咽了咽口水，猛地发动牛角攻击，并大喝道：“牛逼！”然而，身受重伤的四路小金发发起怒吼，直接把牛二吓得仓皇逃跑。尽管这一次四路小金发因为野牛群而得以逃脱南马兄弟的魔爪，但最后因为受伤过重，四路小金发还是死掉了。1个月后，马南继续在 Simbambili 追踪冥河狮群的亚成年，并迫使冥河狮群从西北地区南下迁徙躲避。然而，因为冥河狮群的狮花太美，导致马南兄弟犹如着魔一般，放弃西北地区的 NK 狮群，并向着冥河狮群移动的方向而去。这也导致了马南兄弟的西北地区领地遭到了伯明翰雄狮联盟的入侵。尽管在9月16日的时候，马南又回到了 NK 狮群，但始终没有发现伯明翰雄狮联盟，这也为后面 NK 狮群的母狮和幼崽的死亡埋下伏笔。时间很快到了2014年11月底，马南兄弟长达1年的追求，终于捕获了冥河狮花的欢心，两狮坠入爱河，并进行交配繁衍。之后，冥河母狮怀有身孕，使得马南兄弟的主要休息地都在冥河狮群，其余时间则开始在 NK 狮群、冥河狮群、火炬木狮群来回巡逻和照看，以保证狮群幼崽和母狮的安全。但失利中有穷尽时。2015年2月18日，5头4岁的伯明翰入侵了 NK 狮群，并活吃了一只母狮，手段非常的凶残。这也让伯明翰联盟恶胆包天，往直猫附近移动，结果碰上了马南兄弟。马南兄弟以2对5直接打跑了5头成年的伯明翰雄狮，并将伯明翰赶回了曼野勒提。2015年5月3日，马南兄弟终于与萨比森的保卫者联盟有了短暂的交锋。当日，保卫者联盟的2名成员追踪冥河兄弟时，追到了马南兄弟休息的地方附近，被惊动的马南怒吼吓退。几个月后，被马南兄弟赶回曼野勒提的伯明翰联盟再次来到冥河分队附近，并残忍地杀死了冥河分队母狮所生育3头幼崽里的2头雌性幼崽。最后的雄性幼崽跟2头冥河分队母狮前往了马南兄弟所在的地方避难。几天后，马南兄弟回到冥河狮群后，发现狮群被入侵，发出愤怒的狮吼，吓跑了在猎豹营地南面的伯明翰联盟。但这也让伯明翰联盟怀恨在心。几周后，伯明翰联盟趁着马南兄弟外出巡逻，入侵了冥河狮群，将1头怀孕的年轻母狮残忍吃掉。这让回到冥河狮群的马三发出痛苦的哀嚎，久久不能平息。这种惨绝人寰的事情发生在狮子身上，令人心痛。这也说明了大自然的残酷和困难。咆哮一阵后，马三往日高大的身影在落日的余晖之中显得有些颓废。他慢慢地来到已经死去的怀孕母狮身边，他趴坐在那里，久久无言。很显然，这只母狮是他的妻子，而母狮腹中是他未出生的孩子。马五见兄弟如此哀伤，更是愤怒地冲出冥河狮群，到处寻找伯明翰联盟的踪迹。尽管对方是5头成年雄狮，马五只有1人，却丝毫不怕，反而循着气味寻找伯明翰联盟的踪迹，并发出疯狂嘶吼。伯明翰虽然数量有优势，但心里还是惧怕马五，丝毫提不起反击的心思，最终又回到了曼野勒提。
2015年9月20日，马南兄弟南下，仅花了2个月的时间，就强行在 Londolosi 侵占了保卫者联盟和马特兄弟的部分地盘，并在这2个联盟的缓冲区开辟了自己新的疆土，也真正控制了查拉拉狮群部分母狮。2016年2月8日，马南兄弟在 Londolosi 中心和沙河南岸巡逻，当天晚上，马3后背被咬伤，脊柱肿胀。马5怀疑是保卫者联盟做的事情，于是于晚上10点左右，马5向着 Londolosi 保护区进发，并发出狂怒般的狮吼。当天夜里，马5跟2支保卫者联盟发起了干架，几个回合下来，打退了2支保卫者联盟。马5正要趁胜追击时，另外2支保卫者联盟听到声音赶来，马5则无心恋战，猛地一击，然后迅速逃离。但保卫者似乎没有放弃追杀马5的好机会，追逐了马51个小时，最终被马5精湛的隐匿技术给逃离。2016年3月16日，3支保卫者联盟晚上再次来到了 Londolosi 寻找马南兄弟，最终保卫者找到了马5，马5以1敌3与保卫者联盟发起了战斗。战斗结束后，人们发现马5脸上有伤，保卫者联盟暗宗下巴被咬穿，右后腿浮肿，巴比嘴疑似被打出血。2016年10月，马南入侵了满海尼分队，成为新狮群的首任地主。满海尼分队已经选定了马拉主营地附近作为大本营，满海尼分队选择的地盘威胁到了附近3个狮群的安全，这使得马南兄弟同斯帕达狮群地主马特兄弟在之后的日子里产生多次冲突。直到2017年1月3日，当天马南兄弟与马特兄弟再次爆发战斗，马5背上出现伤口，马3受伤的腿一直没好，又影响战局。所以马5决定带着满海尼分队母狮和幼崽离开马拉，前往偏僻位置养伤。但之后满海尼分队母狮不习惯那里，又跑回了马拉。放心不下自己小娇妻的马南兄弟又回到了马拉，这让马南兄弟再次遇上马特兄弟。这下好了，旧伤没好，又添新伤，马3的脚伤更加严重了。果然色字头上一把刀，万物都逃不过这个真相定律。于是马南兄弟不得不放弃满海尼分队母狮和幼崽，寻找休养地。结果离查尔兄弟统治的南部狮群太近，查尔兄弟见状连忙宣示主权，这让受伤的马南兄弟不得不离开南方狮群附近。之后，人们于2017年2月6日在大象平原发现了马南兄弟。至此，10多岁的马南兄弟离开了他们征战3年的萨比森保护区。之后，保卫者联盟全员去世，再加之萨比森其他联盟的动荡，使得年老并且状态不好的马提巴南队马3和马5入主了无主的渥太华狮群，并成为地主雄狮。马3一眼就相中了渥太华母狮塞西，两者一见钟情。在2018年，渥太华母狮塞西为马3生育了3个幼崽，分别是渥太华女孩江雷拉、渥太华男孩小马31和小马32。而马5看上狮群的女王胖姨，但可惜胖姨无法生育，并没有给马5在渥太华狮群留下子嗣，但丝毫不影响马5对胖姨的喜爱和呵护。有一次，曼海尼狮群在野外碰上了渥太华狮群，双方展开激烈的交锋。2大狮群是敌对狮群，所以几乎都是下死手。渥太华狮群因为胖瘦仪都比较年老，所以处于下风之中。而此时的马5据说在5000米之外，听到胖姨的叫声后，连忙奔袭而来，救下了胖姨和渥太华狮群。在马3皮肤病去世后，马5作为养父的身份，养育着保卫者联盟暗宗的儿子小沃沃以及马3的儿子，视如己出。马5和胖瘦仪一起守护狮群，甚至为了给狮群幼崽补齐营养，13岁的马5亲自给狮群捕杀水牛。这种开心愉快的生活，直到图贝拉雄狮联盟入侵了渥太华狮群后彻底改变。马5不得不带着年幼的孩子们逃离了渥太华狮群，开始流浪了起来。这些流浪的狮子也被人称为渥太华天才少年团。胖姨也对马5情真意切。马5在流浪期间，胖姨还曾多次离开渥太华狮群，前往野外查看马5。胖姨其实很想跟马5离开狮群，但她是渥太华狮群的女王，肩负着狮群的兴盛和强大，自然不能离开。然而这一次，渥太华将新王选择了图贝拉雄狮联盟，却让胖姨至死都未曾闭上双眼。这是因为图贝拉雄狮联盟招惹 X 狮群母狮，引来了伯明翰雄狮联盟。伯尔不费吹灰之力入侵了渥太华狮群，残忍杀死了保护狮群的胖姨。而在伯明翰入侵时，却没有任何一只图贝拉雄狮出现在现场。待到伯明翰雄狮联盟离开时，图贝拉雄狮才出现。对于狮王而言，他们是懦夫；对于胖姨而言，他们是他一生之中的污点。在胖姨临死前，他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此时的胖姨正在他的父亲恩格拉拉里克面前嬉闹玩耍，无忧无虑。当然，造成这样结局，除了图贝拉雄狮幼年遭遇令他们不争气外，还有就是这是人工干预的结果。原因是图贝拉雄狮是人为横跨几大狮群的领地运送到渥太华狮群附近的。
是他们驱逐了马武，让本不应该当上狮王的狮子当上了狮王。而因为有对比，我们也可以看出马南兄弟的伟岸之处。他们入驻渥太华时，带着感激和呵护的心，守卫着渥太华狮群的一切，甚至是保卫者联盟的血脉，他们依旧视如己出，这是拥有大胸怀。马南兄弟的一生都在与对手竞争，在萨比森期间长期与四头保卫者、马特兄弟、伯明翰联盟、四路雄狮、北牛等悍勇作战，他们无愧于马蹄八雄狮联盟的闪亮的名头。